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长命百岁是很多人的心愿，但也有人说我不求长命百岁，但求身体安康。可是最终又有多少人是渐渐无病而终的呢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娱乐生活越来越丰富，很多人都因此养成了各种各样的坏习惯，生病的人越来越多。有赖于良好的医疗水平，使得大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免于一些疾病的困扰，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而再好的医疗水平也比不上自身作死，医疗终会穷力。因此要想长寿，要想晚年身体安康，千万不可以完全的寄希望于医疗和保健品，而应该从改变不良生活习惯上着手，如此方能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，才能使各种病痛退避三舍。那么都有哪些缩减寿命的坏习惯呢？下面我们不妨来看看吧。减寿行为排行榜出来了，熬夜只排第3名，第1名很多人改不掉，第6名不运动。肥胖的主要因素有2个，其一是长期的暴饮暴食，另一个就是缺乏运动了。一边大肆摄入热量，另一边又缺乏运动，使热量无法被消耗掉，肥胖自然就在所难免了。众所周知，肥胖与三高等代谢综合症息息相关。另外，长期不运动还会导致血液循环减速，新陈代谢的速度降慢，免疫力下降等的问题，从而影响身体的健康，进而缩减一个人的寿命。尤其是对于现代人来说，由于物质生活丰富，而工作又很少从事体力劳动，运动就更加不可或缺了。第5名，暴饮暴食。都说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可过度进食反而令身体难以健康，尤其暴饮暴食是对自己的胃一种的残害，完全不顾胃的承受能力，将它视为垃圾的回收站，时间久了很可能就会导致胃出血，甚至有些体质比较弱的，在暴饮暴食之后会伴随眩晕、呕吐严重的现象出现，甚至可能会导致晕倒。美国科学家们做过这样的一项研究，他们将200只猴子分成2组，每一组100只，一组猴子可以吃饱，不能控制食物的数量，而另一只猴子严格的控制饮食，只有7到8个百分点。10年后，100只饱腹的猴子中有50只死亡，主要是因为身体肥胖，而另一组控制饮食的猴子中只有12只死亡。实验再次的证明，吃得多不一定是有能量，身体胖不代表健康。过度满足口腹之欲，除了造成身体走样，还可能有生命的代价。第4名，抽烟。吸烟有害健康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，但其危害性究竟有多大，很多人却不得而知。据世界卫生组织指出，每年全世界约有700万人因为吸烟而死。吸烟几乎可以危害到身体所有的器官组织。吸烟危害如此之大，久而久之，必然会加速身体各器官组织功能的提前衰退，使寿命缩减。据卫生部于2012年发表在中国吸烟危害健康的报告表明，吸烟的平均寿命比非吸烟者短10年。由此可见，吸烟对寿命的巨大威胁。第3名，熬夜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这是人类无数年来适应自然环境所形成的一个作息习惯，已经写在了基因里。而如今娱乐生活非常的丰富，再加上生活压力增强，很多人都养成了长期熬夜的坏习惯。人的身体有一个生物钟，而身体各器官组织的代谢多与这个生物钟有密切的联系。一旦生物钟紊乱，各组织器官就无法平衡协调地进行运作，那么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。而熬夜正是打破生物钟的主要因素。另外，长期熬夜还会导致内分泌失调，免疫力下降，
新陈代谢缓慢等的危害，严重的影响健康，从而使寿命缩减。第二名，久坐。中医理论《黄帝内经》中记载，五劳所伤，久视伤血，久卧伤气，久坐伤肉，久立伤骨，久行伤筋。虽然久视久卧、久坐久立都是不运动，但久坐是不运动最重要的表现。坐着虽然舒服，但是久坐不动容易使周身气血运行缓慢，肌肉松弛无力，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身体疾病，对全身的各器官都产生伤害。而现代人由于工作，由于生活环境比较封闭，很多疾病都源于久坐而引起。根据相关调查显示，目前国内已经有 40% 的人每天都要久坐至少8个小时以上。长期久坐会带来哪些危害呢？一、容易脊椎病。长时间的久坐不动，我们的脊椎一直维持在同一个姿势，腰部、背部以及颈部的肌肉就会出现僵硬的现象，血液循环受到了阻碍，长期下来身体也会吃不消，腰酸背痛是少不了的，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腰椎盘突出的症状。二、容易便秘。长期久坐不动，肠胃里面的蠕动会受到了影响，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便秘的现象，大便干结，排便困难。同时，久坐会使我们的新陈代谢缓慢，消化和吸收能力变差，食物残渣堆积，垃圾和毒素就无法正常的排出，增加了肠胃疾病的风险。三、容易导致下肢浮肿。久坐不动，腿部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，血液流动不畅，代谢能力变弱，容易造成腿部浮肿的现象。很多朋友可能会发现，早上起来的时候纤细的小腿，到了晚上好像出了一圈，这可能就是久坐的后果。四、容易引起肥胖。经常坐办公室的朋友可能深有体会，现在的体重比刚毕业的时候体重或许增加了不少。除了饭量的原因，久坐不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在饭量相同的情况下，久坐不动时，身体的血液循环变慢，新陈代谢降低，多余的脂肪就容易堆积在体内，导致发胖。尤其是腰腹部是最容易生长的地方，经常久坐不动，腰围、臀围也会明显增加。五、容易损伤大脑。长时间的久坐很可能让人变笨，对于很多家长来说，这个问题或许比其他的危害更严重。久坐会导致血液速度变慢，影响我们脑部的供血情况，长期以往可能会使反应能力和记忆力受到了损伤。所以家长们要提醒孩子，课间休息时间要站起来活动活动，舒展一下身体。虽然久坐有许多的危害，但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需要，有时候确实是无法避免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学会这几招，久坐也不怕。一、保持正确的坐姿。正确的坐姿需要我们挺直背部，放松肩部，眼睛和电脑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不要翘二郎腿。二、每隔一段时间起来活动活动，利用打水、上厕所的时间，从座位上站起来活动活动，走一走，甩甩手臂，动动肩膀，垫垫脚尖，捶捶小腿等，可以有效地缓解疲劳，促进血液循环。久坐不动对身体健康确实是个危险，所以尽可能的去活动身体，减少久坐的时间，是有利于长寿的。第一名，心态消极悲观。心态不仅决定了成败，它还直接的影响着健康。一个人的心态会对人产生巨大的影响，因为心会对大脑产生极大的影响作用，从而心理因素成为了人导致疾病不可回避的罪魁祸首之一。既然是人体信息传递的区域，也就是说，人在不同情绪的状态下，会体现完全不同的身体状态。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罗飞说，人的心理和生理就如同计算机的软件和硬件，缺一不可。健康的本质就在于和谐。
因而长期处于焦虑、悲观、抑郁情绪状态下的人，衰老的速度也会增快，且健康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世界卫生组织指出，到21世纪的中叶，没有哪一种灾难会像心理危害那样给人们带来了无比的痛苦。临床统计显示，由于心理情绪因素而造成的新生性疾病，占就诊的病人总数高达了 80% 到 90%。 人在情绪不佳的阶段里，很容易就自暴自弃，欠缺自律，从而又加剧了健康的隐患。生活中就有许多因为情绪问题而造成生活不规律，借酒消愁，又或者是借赌博、网瘾来缓解焦虑的情况行为，暴饮暴食，恶劣情绪下大大增加了疾病的产生，减少了寿命，甚至会造成多种突发疾病。足以可见，当代威胁人类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，正是人类自身的负性情绪和过激情绪。因此，尽量让自己保持心胸开阔，和一切不良情绪说再见，才能够健康长寿。以上这6个会偷走寿命的坏习惯，你占了几个呢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